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接下来一起认识今天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吕阳。从来没有天生一对儿，只有不断学习、相互成就的两个人。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小鹏。经营婚姻需要用心，更需要智慧。大家好，我是珊娜。婚姻关系当中呢，情绪抵万金，接住对方的情绪，才能捧住彼此的心。大家好，我是严品红。爱情没有秘密，责任分享和承担。大家好，我是曲伟。爱情可以闪婚，但如果遇到问题，不能闪躲。观众朋友们，你们可是有福气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天使福利官，参与看电视抽大奖的活动。因为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精美的礼品啊，这些礼品当中呢，承载着我们的心意和祝福，赶快行动起来，去抽取属于你们的浪漫惊喜。好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高先生，37岁，来自天津；服装陈列师刘女士，41岁，来自河北；服装店老板。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们俩感情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丧偶单身10年，我们在一起，我下了很大的决心，但是他总说我活在过去，而且跟我身边所有人都处不好关系。我觉得他一直是为别人活着，我们两个相处，他的小孩的爷爷奶奶，还有他上一段婚姻都比我重要。对方在你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爱吃醋，而且总想让我活成他想要的样子，而且很幼稚。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就像多带了一个孩子。他谈恋爱不走心，他更多的是活在他上一段婚姻里，而且他很自我，不会为我做改变。大概听下来，女生是之前这个婚姻是，我是丧偶，有一个孩子，12岁的男孩。她现在觉得你还活在上一段婚姻当中。其实就是这件事已经经过10多年了，但这10多年我其实也是一直在慢慢的让自己走出这个意外嘛。因为我亡夫是在孩子9个月的时候出车祸就没了，中午我们还在一起吃饭，晚上人就没了，这个特别突然，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打击很大。它就是我心里边的一根刺，就很难拔掉。就是为什么这10多年，就是我一直也没有就是接受一些追求者，其实我也是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就是想把自己封闭起来。但是伴随着孩子慢慢长大，然后我慢慢的走出来了。现在就是我既然能接受他，其实我已经想开了，但是他总是觉得我还是活在过去。就是第一次带孩子去他家吃饭，去了之后他在就是厨房忙嘛，就是孩子比较调皮，四处转一转，看到他有一个就是摄像机墙，孩子就比较喜欢，就拿了其中的一台，结果不小心就给摔到了。摔到之后，其实当时我也很内疚，但他听到声音之后，然后他就跑过来，就突然就怒吼孩子。孩子嘛，他从来就是没有接触过这样事，我觉得他是对孩子的心灵是一种暴击，就是孩子当时已经吓呆了。就是这台相机现在已经停产了，但先姑且不说它的价值如何啊，即使说是我愿意市场上的价格几倍的再去买，但也买不着一台完整就全新的这个东西了。孤品。对，其实我当时挺内疚的，但是我觉得你有这个事情，你是不是可以跟我说，就让我去说孩子，因为当时孩子已经吓坏了。他当时怎么做的？对着孩子吼，就是你在干什么？怎么你随便弄人东西？就只吼了这2句，没有其他的动作了。就是他推开了一下孩子嘛，然后就去捡相机。当然也不是就是很用力，但是对我来说就是很难接受，很不舒服。那现在你的男朋友和你的儿子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应该算是不太愉快，就是很不愉快，很不愉快。那之后有再接触过吗？对，后来就是我们2个带孩子去看电影嘛，当时是一个动画片，然后看到就是其中高兴的时候，孩子都在笑，就是我们孩子也很开心，然后就是笑得很大声，然后他突然就变脸了，然后就说走，叔叔带你去趟卫生间。我就看他变脸了嘛，然后我就觉得那很担心，然后我就跟出去了，结果就看到他在那个楼梯的拐角又开始吼孩子，就是你怎么这样呀？然后就为什么在公共场合大声叫啊？然后我就又跟他就吵起来了嘛。然后我说
你为什么就是不能等到电影结束呢？这个就非得这么着急吗？这个不是说我必须得是。不能等到电影结束，而是当下的那个情况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的是个动画片的电影，到那个情节大家都在笑，其实都没有问题，唯独这一个孩子在那个电影院那儿站起来又蹦又跳的。当时就是现场的所有的观众都已经不看大屏幕了，全扭头在看我。所有人都不会认为说，这个孩子就是不懂事，会觉得这个家人就是控制不住这个熊孩子。所以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只能说把他先带出来，再让他去其他的环境里，别再去影响其他人。但是通过这几件事儿，肯定孩子就对他印象也不好。之前他去我们家嘛，孩子可能就会在他临走的时候把鞋带给他系个死扣啊什么的。有的时候我做咖啡给他。孩子会加一些盐什么的，但是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些小事，他可以跟我说呀。然后我说到时候我给你解开，或者是咖啡我再给你重新冲一杯不就行了吗？但是他还记仇，就去年有一次就是他报名那个马拉松比赛，然后我说孩子平时在学校的时候长跑他耐力也很足，我说你可不可以就是带上孩子一起，你们两个也增进一下感情嘛？然后他就怎么都不同意。还有就是孩子过生日，别人送礼物都是送什么玩具啊、衣服呀什么的，他居然送孩子一套卷子。不是这个，不是说我想刻意去拐弯抹角去攻击这个孩子，就是我要给你多作业什么的，不是这意思。关于那个练习册，就是我觉得从这几次跟这个孩子有过接触的这么个情况下来，我觉得他可能是我不能说是他教育上有缺失，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他需要有一些比较强硬一些，或者说稍微就是有力量一些的那种教育方式去给到他。那我觉得跟这个练习册也没有关系啊，本身你这个跟孩子他就沟通的方法他就有问题。你希望他带着你的儿子参加马拉松，他们怎么跑？我就想他带着嘛。那为什么非要在比赛场去带着呢？就是我想平时跑呢？对，我想一是给孩子一个锻炼，然后还有就是让他们两个增进一下感情。那你就不是想让他跑马拉松啊？那是比赛啊。可能我想的比较简单吧。所以现在他和孩子的关系怎么样？还是这样非常僵持的状态？对，现在就是关系很差。所以就是我为了就是缓解一下，然后就让我们两个独处的时间长一点嘛。然后我就说不行，就把那个孩子爷爷奶奶接过来，就是接到天津这边。孩子爷爷奶奶本来在哪儿啊？在老家河北。就因为这10多年，就我们相处的就跟一家人一样，就是一直我也是把他们当成爸爸妈妈，他也一直把我当成女儿看。而且这个房子本身就之前我跟我亡夫一起买的。两个老人来了之后呢，也知道他的存在。休息的时候就叫他去家里吃饭嘛，然后每次也是好吃好喝带着，然后就做很多的菜。就刚开始吧还好，就是后来最后熟悉了，可能就把他当成自己人了。然后就说那个高啊，就是帮阿姨洗洗碗啊，拖拖地啊，就是换鱼缸水啊。就这一来二去之后，然后他又不乐意了，然后他又跟我抱怨，然后他就说两个老人什么意思呀？就是爷爷奶奶就是让我当免费劳动力是吧？过去吃饭我也能体谅两位老人，就是辛辛苦苦做一桌菜，然后是吃完饭刷碗没有问题。但是给我感受就是可以说感受不好的是什么？油烟机擦一下，给鱼缸换个水。或者说是那个灯坏了，你把那灯给修一下，换一下。就算是没有，就是两位老人在，是不是？他身为男朋友就说，哎，我家里灯泡坏了，你能不能帮我过来换一换？然后他也要这样吗？那不一样。他不是你的爸妈，他要是你的爸妈，我觉得他就不对了。但是你爷爷奶奶，说实话和他没关系，他不是你前夫的替代品。但是我觉得他很过分的一点就是什么？他居然就是跟我说，要么你就让两个老人回到老家去，要不然就是搬出来跟我住。然后我就觉得，就这个想法就很自私。那孩子怎么办呢？我的孩子，我肯定是不能割舍的。你不能带着孩子住到男朋友那儿？但是现在他跟孩子的关系就是属于对立的。哎，我刚才听你说，你把孩子爷爷奶奶接来的是你跟你亡夫之前住的那个房子是吗？对。也就是说，你跟你的孩子是一直还在那个房子里面住的，对吧？对。就是你们的家是吧？对。那个家里面一些布置啊什么之类的，你有为了他这个重新去改变一下吗？因为那个就是一是已经习惯了，还有就是这么多年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也是我慢慢走出来，然后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治愈吧。因为就是我再看到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平静了。就之前的时候，其实是为了怀念，也是为了让孩子知道这个家其实是他爸爸给他打造的。因为他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意识了。你能描述一下那个家里都有什么吗？比如说还有亡夫的照片吗？
有。我很开心他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但是我看到那些陈设包括照片，给我的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我是个第三者一样，就是偷偷摸摸的我上这儿来，然后，对，就是这种就是潜移默化的感觉。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想想多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以后在一起，肯定也不可能在我的那个房子里面住。那我再问个问题，就是你们俩如果结婚的话，有想过要自己的孩子吗？其实因为这件事，他也没有跟他的家人沟通好。现在他的父母也一直没有见过我，因为之前我们两个本身我就比他大一些嘛。然后如果我要是再怀孕生子的话，就可能就是有一个高龄产妇的风险。还有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他也说过他有这个丁克的想法，但是他的父母不知道，就是他的家人就会觉得这是我的原因。是我不想要孩子，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然后他的父母也一直不愿意见我。我没有把这事儿想得很复杂，我是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是俩人的事儿，就是跟任何其他的家庭成员关系不大。所以你知道你的父母因为这个事儿对他有误解吗？知道。但是那你为什么不去解决它呢？就是我希望的是，就是说是我们两个能够多做一些东西，去感动就是我的家人这一块。你这不是绕着弯的吗？就是人家有这个原因，所以对你女朋友有意见，你直接说呀，你非得让你们俩要对他们好，这完全对不上啊。然后至于你们俩一起对他们好，那是另外一件事儿。我就搞不明白，就是他为什么就是一直也是在躲避这件事情，然后他还觉得我对他的父母不够上心。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说你亡夫其实这些年给你带来了很多的阴影也好，或者说影响也好。对，在你们两个人交往过程当中，你觉得你还在受这件事情的一些影响吗？说着感情其实走出来了，但是多少肯定还有一些吧。就比如说，就是在开车这个事儿上，因为我亡夫是出车祸走的嘛，但是他因为工作原因，就是每周都是要去北京开会，每天晚上回来会很晚，就是晚上会开夜车，高速上我就觉得很危险。我说咱们离北京这么近，不行你就坐高铁呗。结果他就觉得我是在干预他的工作，因为我的工作的内容是需要我带一些就是道具，我不能说天天背着这些东西然后去坐高铁去，这是很不方便。第二个的话，我在北京就是去不同店铺，我开车是最方便的。但是我觉得本身我也是对他的一种关心嘛，然后就可能他会想多，而且最近我看他就是状态比较差嘛，他胃不好，他吃东西这两天也吃不下去，然后甚至就是头发还白了一撮，而且今天还染了一下头发，我就挺心疼的嘛。我说要不咱们去做一个全身体检吧，因为我挺注重健康的。但他就会觉得多此一举，我就想不明白。我说为什么就是我说什么好像都不对。你们两个人相处的这1年多在一起，如果整体都打个分的话，彼此给你们的感情打多少分呀？50分吧。不及格呀？现在我觉得他，一是跟我就是家人、孩子，这个关系问题，还有就是我跟他家人的关系都比较差。男生打多少分？对如果是我的话，我也觉得差不多50。那你对哪儿不满意呀？就是如果说让我就是说的比较直白一点的话，就像是孩子的爷爷奶奶，我不针对2个老人，我只是针对这个关系，未来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处这个关系。这是对未来的担忧啊！就你们2个人在这1年多的交往当中，你觉得他做的哪些事儿是让你不满意的？就比如说吧，我跟我朋友一块儿出去就是吃饭，从来没有说谁把谁给喝多了，然后都是这不是因为要跟你朋友处好关系嘛？其实这事儿是有原因的，就是他前女友嘛，跟他的朋友处的关系特别不好，然后就甚至要强迫他删除他就是手机里边很多他的朋友，而且是因为这个分手的。我就很在意嘛，然后我就觉得每个人的圈子不一样，我接受他，我肯定要接受他的圈子，我要跟他的朋友就是很好去相处。所以每次他吃饭的时候带着我，然后我就会帮他挡酒啊什么的。他不是胃不好嘛，然后我稍微能喝一点，然后就跟他们朋友称兄道弟啊。其实一直都很融洽，不喝倒2、3个，这个局散不了，弄得我的朋友都怕他了。还有因为他是开服装店的，他招了一个就是20来岁一个小伙儿。对，因为我们店是有男装有女装嘛，得要一个男服务员去打扮啊，肯定是要形象好的嘛。一说起来又是我们老家那边的，就会觉得很亲切。就我们相差快20岁了，我就把他当成一个小弟弟看，但他就会凭空吃醋。因为有一次嘛，然后就是他去我店里，那个小朋友还开玩笑的就说：“哥，你要是以后跟我姐结婚，我给你们当伴郎啊。”其实很好的一件事，人家也是好心嘛，完当场就跟人翻脸了，说什么
啊，有你在这搅和着，我跟你姐也结不了婚啊。当时就架那儿了，就特别尴尬。因为我在我的公司，我也是有自己团队的，就是我会觉得我和我的异性下属，我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从来没有说让我的异性下属给我买早点，或者是说那个我的异性下属，比如过生日，我去，我给你过个生日吧。那是因为我们是9点开店，然后每天就是8点半要去店里，然后提前去整货，就是时间长了嘛，就都比较熟了，他就会给我带个早点。但是中午我是会请他吃饭的啊，正好就是赶上有一天小兄弟说就是他过生日。啊，我说那就姐就给你买个蛋糕呗。我跟他说了一声，然后他当时在上班工作忙嘛，然后我说那我就跟他去过个生日。结果他回来然后就说啊你怎么单独跟男的出去啊？就为什么你就要给他过生日啊什么的，然后就又吵起来了。刘女士，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跟他交往这1年，他有什么变化吗？有很大的变化，因为刚接触的时候，就是他是一个很暖的人，他很会哄我开心。每次就是去我店里嘛，无论我穿什么衣服，他都会夸啊，就是像行走的衣服架子啊，就是穿衣服很漂亮，就化完全妆就像女明星一样。然后每天我们就会烹电话粥，晚上我无论就是打电话有多晚。他第2天即使要工作，他都说没关系，我陪你啊。而且有的时候就是会发一些很油腻的话，但是我当时听到就真的很暖，我就感觉我是被爱的。你现在觉得他的变化就是他以前老夸你，现在都不夸你了，是吧？不是不夸，现在我觉得他是在打压我，因为有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你看你怎么不穿就是我送你的衣服呀？他送我的衣服啊，就是班味很重，就是属于那种正装，我觉得有束缚感。然后我跟他说过，我说我不太适合这种衣服，我就不喜欢。但是他就觉得，如果我不按他的穿着走啊，他就会不开心。你们今天来这个我们节目，主要想解决啥问题？其实我就想是借一个平台，然后能好好的把这些事情说清楚。你们有计划往下走吗？反正通过这几件事吧，我觉得孩子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就是在我心里边，我觉得他可能还不太成熟，就是处理这种关系上能力比较差，就可能不太适合吧。那男士呢？你有打算往下走一步吗？曾经想过，但是现在就是遇到过这些零零总总的事儿在一块儿，我觉得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孩子和孩子的爷爷奶奶、长辈。对，我想问一下，孩子有向你特别明确的表达过，我特别不喜欢这个叔叔吗？说过，他说就是接触的这些人中，就是包括我的朋友啊，就是我闺蜜的，就是老公，也从来没有这样对过孩子，所以他就会觉得他很可怕。所以这个今天2个人就是把你们现在目前的一些矛盾，想要看看有没有一些改变和调整的方向，对吧？我想的是，就是把这件事跟他说清楚，然后好合好散嘛。那男方呢？我也有这想法。我们先来问问今天同样来求助的夏先生和夏女士，你们听完自己有什么想法吗？可以跟他们说一说。第一个，我觉得这个男生吧，这个对孩子这一点我就不认同。你这个东西比孩子值钱了，我认为这个就不行。再一个就是说，这个2个人的互相信任，你缺少一点儿。如果说要互相信任还可以走，如果说没有这个也不能走。首先，他不爱你的孩子，这不是错，只是一个本能。第2个，他并不是你亡夫的一个替代品，他没有必要，也没有这个义务替你的亡夫在他父母面前承欢膝下，尽孝道。因为你上一段婚姻是戛然而止的，你把很多对于上一段婚姻没有完成的那些幸福的期待也好，美好的东西也好，包括寄予的向往也好，你投射到了他身上。希望他能替你和你一起去完成，不叫替他去完成，是和你一起去完成。这个本身对他而言，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一个年龄还比你要小一点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压力。他理解不了，他也承载不了。我现在后面这番话想要问先生啊，如果说你现在选择的这一位，他心里永远都会有一块最温暖的地方，留来纪念他曾经的那段爱情，你能接受吗？不能。所以最开始你选择他的时候，你们2人之间就有很多原则性的冲突。
这并不是说你们两个人谁自私，也不是说你们两个人谁不好，只能说你们的生活经历和你们对待一段感情的那种态度和观念，你们是不太匹配的。这段感情只有建立在一种情况，就是你对他的经历是心疼的，你特别知道他的痛，所以你愿意拿出自己所有的爱去弥补他曾经在人生阅历当中经历的那些伤痕，替他修修补补。我觉得这段感情才会有着生根发芽的机会，但是可能你们匹配不上，就给不到点儿上，那么就会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变成一场内耗和一场旷日持久的持久战。这段感情不会让你们任何一个人觉得满意，只能困难重重。所以要不要走下去，要看自己的格局和自己的能力，包括对对方真正需求的那个点，你能不能看得懂？你是想给你的孩子找一个完美的父亲，而这个完美是你心目当中的完美。你小的时候被爸爸骂过吗？骂过。你亡夫小的时候被他的父亲骂过吗？骂过。他小的时候被他的父亲骂过吗？可能还打过。再美好的爸爸也都有非常非常严厉的一面，但是你不允许。我们要学会是在天灾人祸当中，学会如何在天灾发生、人祸发生过后，能够更加放松的去生活。本身生活给了你一个很好的课题，但是你没有接住，你反而把自己封闭了，那你的孩子的爱也封闭了。当你封闭了孩子的爱的时候，你的孩子未来接纳别人的时候，他会很难。特别是他现在已经12岁，他未来要成长，他要学会接受别人对他的冷眼，接受别人对他的打压。但如果你不允许，那你的孩子会很可悲的。同样，你的爱情会更可悲，因为你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男人跟你相互的爱。同样，对于先生来讲也是一样的。你没有真正的做好我到底想要什么样一个女人的准备。就像刚才我在为什么要问你，我说你到底想要孩子不想要，你跟我说你不想要孩子，可是我会很纳闷，如果你真的不想要孩子，你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带儿子的一个带小孩的母亲？所以我会怀疑，其实你想要孩子，只是你没有准备好跟他要孩子而已。也许未来突然有一天，假设未来你结婚了，可能有孩子，你会觉得哎，有孩子也挺好的，那就有孩子吧。你都是随机的，所以才会有你没有办法跟你父母说我不要孩子，我永远要丁克，因为你没有坚定好我到底未来的婚姻生活什么样。所以不如你们两个既然选择分开，那就好好的分开，因为本身你们两个都是过于要强的人。但是切记，如果未来你们还要继续谈恋爱，还要继续走入婚姻生活的话，允许一切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存在，才是未来你们人生最重要的，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圆满、更幸福的课题。世界上最刻骨铭心、最伟大的爱情，就是戛然而止。也许你跟你的亡夫过到现在也会一地鸡毛，说不定也会离婚，也许爱情消耗的早就没有了。所以你的这种情况啊，其实说白了，成为你的伴侣挺遭罪的，因为它意味着他需要跟一个永远打不赢、不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去做对比，还怎么都比不过，因为那个人他没有跟你经历过这一地鸡毛。你们是把所有的美好的回忆留在了一个最美好的时候，所以跟你谈恋爱太费神了，太累了。他永远永远赢不了你心中亡夫，也就是说，他永远永远没有办法代替你亡夫的位置。难点2是你的儿子，因为你找的这个男朋友，他就像是突然出现在你儿子世界里面，跟他去争夺他妈妈的一个坏人。你儿子对他是有天然敌意的，所以我觉得啊，你的恋爱要么从孩子1、2岁的时候完全没有对这个认知的时候开始谈起，要么就等孩子彻底长大了，他完全18岁以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任何的时候去跟他去说，他都会带有一段时间的敌意。这个我们不能去责怪孩子，也不能去责备孩子，因为他是在慢慢的感知和认知这个世界，他本身就是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他当然渴望父亲，但是他更害怕有一个人抢占了他父亲的位置。所以我觉得你有2点很难跨越的点，
对于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我真没什么可梳理，因为他是一个没有经历过婚姻、没有孩子的人，你没有办法苛责他，甚至我觉得他都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所以就更没有办法去跟他沟通什么你要的和他要的，说白了，你们不是一路人，你要的和他要的不是一样的，很简单。我还觉得你俩虽然不是一路人，但真的还都是挺像的人，因为你俩都没有什么婚姻家庭的很深的概念。虽然你结过婚，但实际上婚姻非常的短暂，什么都没有经历，就变成了一个独自带孩子的妈妈。你们对婚姻、对两个人组成家庭要面对的生活，其实都没什么经验。如果说你们的感情，我个人认为，我觉得你俩挺有感情的。抛开那些孩子呀、什么父母啊等等，你俩是彼此喜欢的。你是喜欢这个女士，她优雅，她独立，她自信，她独当一面。你也喜欢这个男生，他年轻，他爱慕你，他给你带来很多温暖，还有油腻的土味情话。你们是彼此喜欢的，但是都太较劲。最初结合在一起，先生你也是知道他带着孩子，知道他是这样丧偶的一个状况，但是后期你的经营真的不好。你既然选择了这样一个女性，你就得给她更多的包容，更多的你们互相磨合，包括和孩子磨合的空间。说实话，你就不应该吼这个孩子，他可以吼，他不吼是他有问题，但第一面你就吼这个孩子，就是你有问题。你是因为太着急了，你想去带这个孩子，想像父亲一样的管教他，想帮这个女人搭把手，想让你们未来一家三口变成个和睦的，你好像真的是他的爸爸一样，你空有一腔热情，还梗着个脖子，特别傲娇。女士也一样，你换位思考，你那难过的、伤心的过往不是他造成的。固然爷爷奶奶你很孝顺他们，他们也很爱你的孩子，但那是另外一个男人的父母。你怎么能让你现在男人接受？如果他接受好，那他是一个非常包容、非常宽广胸怀的男人，我们点赞。他不接受，一点毛病都没有，你就应该让爷爷奶奶退出你们一家三口的舞台，这是客观的讲。你如果做不到，那你真的不适合结婚。我倒是其实挺不建议、不舍得你们分手的。我觉得茫茫人海相遇，彼此喜欢。能不能我们去找到更明智的方法、更智慧的方法解决眼前的困境，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法，能够把你们的生活磨合出来，把孩子也带好，也让老人放心。可不可以多给彼此一些时间，多退让一步？女生，接下来我用男性视角跟你说3句话，如果你听懂了，你就可能找到真爱。第一，同事义气过头就会变暧昧，旧爱念想成瘾一定会伤现任。连一次出差开车你都可能会联想到不好的那件事情，说明你没有放下。第二，什么时候能够把咱们的屋子重新装修，想清楚，做了这件事情，把照片收起来，然后孩子的爷爷奶奶是孩子的亲戚，但与他无关。从现在开始，如果你同意说不让他们之间再往来，有希望。我对男士就说2句话。第一，我能感觉到你今天是来学习的，你不是来分手的。对，挺好。第二，再对他的过去有耿耿于怀，咱也不能把孩子当成情绪沙包，对于孩子不公平，对于你37岁的一个男人不讲究。其实这倒我真的不是说拿那孩子当个情绪沙包。第一次他摔我相机，我是真的是下意识的，然后再过来是其他的事情的话，其实是我真的是像刚才一下子反应，你后悔了吗？你道歉了吗？你哄他了吗？没道歉，没有。所以这就是你的问题。你今天要学习的事情很多。我想说后面就是电影院那个行为，你跟孩子道歉了吗？我也没道歉，但是我是真的是想去约束这个孩子的一些不是特别好的行为。但是你做的非常不好，因为你打断了人家享受电影的过程，对吗？你应该道歉。你不要怪一个孩子对你有意见，你对孩子也有意见。你都做不到情绪稳定，孩子他怎么可能做到呢？对吧？孩子怨你是有原因的，是吧？那你今天学到了，挺好，就这样。来，我们跟第2组嘉宾交换一下位置。本
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夏先生，49岁，来自安徽；戴野，夏女士，55岁，来自河北，退休大夫。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们现在婚姻状态如何？说实话有点烦，我们俩都是2婚。我退休以后什么也不让我干，时不时还闹脾气、粘人、絮叨、小心眼儿，不太好。我每天在家都很郁闷，他只顾在外瞎忙。都退休了就不能在家好好陪陪我吗？你觉得如何能改变现状？他要改脾气，不要天天盯着我。我不指着他出去赚大钱，在家做好我的后盾就行了。还要多体谅体谅我，也对我要好一点，别瞎操心，对我别有隐瞒。你们重新组成这个家庭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8年了。你们2个人上一段婚姻都有孩子吗？有，女孩。我也是女孩。都是你们带着吗？还是说前妻和前夫？我的女孩跟着我，他的是他2个，一个是跟着他。哦，他是2个女儿啊。哦，那也就是说你们2个人结婚了，相当于是4口人生活在一起是吗？对的。您的女儿和他的女儿这个关系怎么样？还挺好。年龄相差的大吗？相差5岁。您的大一些是吗？对。那这不听下来，这已经很难得的一个幸福的场景了。那您今儿2位是咋的了？刚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吧，还挺好的，我就是图他对我好，然后他这个情绪比较稳定踏实。结婚的时候呢，我什么也没要。结婚以后就是现在在我的房子里住，就是我婚前的财产吧。然后就是我退休以后就不行了，他就特不相信我，没事有事跟我闹，有的时候还跟我冷战，就是让人特别烦。为啥呢？我退休以后我就找了一个学校的医疗顾问，然后我就干。我想着呢，就是2个女儿嘛。我就想多挣点钱，就是给他们攒个嫁妆，然后他就不愿意我出去。我闺女那个吧，不用她攒这嫁妆，不想让她操这份心。我愿意她跟我天天的在一起，哪怕呢我们2个就说一起做个小生意啊，这个开个夫妻店啥的。不管咋的，比那个天天打电话也找不着人，那不强得多了吗？老师，你说这个事儿就是啥呢？他就是小心眼儿，就是有的时候他就多想。你说我做这个工作吧，我有的时候就是去一天一宿。我小心眼儿。我以前吧经历的那段婚姻吧就是这样，我前期就是我们聚少离多的那种形式，完了我们就夫妻背叛才打的离婚。您是因为前妻的背叛离开的是吗？就是说一起干，就是超市什么的，我也不了解。我说实在的，我也做不了买卖。我就想着我是学医的，然后我就找一个跟我这个专业相关的事儿干。然后他就不放心。你不是学校的医疗顾问，为啥一天一宿呢？因为学校他不是有住宿的孩子吗？我们就是一天一宿。老师，这个他出去有的时候啊，你看他不是光是上班去了。但有的时候他出去跟同学啥的聚会呀，还有这个什么团队啥的都出去聚会，聚餐的时候有的时候那回来的特别晚，打电话不接，发消息不回，那我都气的啊，我心里堵的那个大疙瘩都咋也解不开呀。因为我有同学有朋友，然后有同事啥的，偶尔我们几个同学会聚一聚。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晚点时候他就会生气，就会找我。那他有同学，他出去聚会，咱们吃完饭都回家吧，他不回来。那天晚上都多晚了，他跑人家男同学家里去了。你说他这么个小心眼多想，就是我们聚会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学呀，他说的我老父亲他80多了嘛，他说有头晕，这几天不太精神，让我建议我去给他看一眼。那你说我学医的，然后我们还是同学，对我还挺好，我能不去？看完以后呢，就是说待了会儿，就是回来的晚了一点，然后我跟他解释了很多次，他就是不信，他就认为你去干啥了？谁知道你去干啥了？我都是不信。他就是他是那样，他还有一次呢。那天呢，正好我半夜完了，我起夜醒了以后，看床上没人了，我打电话还找完，还是各种的不接电话，发消息还是不回。这个事儿我也跟他解释过了，就是说呀，他呀每天生活特别规律，他就是8、9点钟他就睡觉了。然后那天晚上吧，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闺蜜，她心情不好，那天就是说她有情感特别不顺，她就说找我，想让我陪陪她。然后你说跟她说吧，她睡着了，而且她睡觉特别死。我一看她睡着了，那我说那我就跟你去吧，我说我出去陪陪你。然后就出去以后，我们姐俩就是吃点饭，
吃点饭以后，我说心情也不好，我说要不去唱唱歌吧，然后我们就去唱了唱歌。俩女的呀？啊，对对对，我闺蜜，我跟她解释多少回，她就是不相信呐，咋说也不信。哎，每次吵架，她都会把这拿出来就跟我吵。您留个纸条也行啊，我干什么去了？和谁？不是，另外还有几点给您打电话，您不接呀？几点我都不记得了，你好几是几点年了。出门的呀？几点醒过来了？不是，我是半夜了，都半夜了，12点1点，11点多了，肯定是。不是，等会儿我想问一下，您刚刚说你那个男同学，他老父亲80多了，生病了，可你说了一句，你说他对我特别好，我想知道他对你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平时你看啊，如果说我这经济有问题，我说跟他借钱什么的，他都特别痛快的帮我。你看说找工作啥的，他也会帮我，因为我们这几个同学吧，就是说多年的交情了。特别好的，就是偶尔就会说，你看红白喜事啥的，孩子那个结婚生孩子，我们都走动。老师，那去年又出一码子事儿呢。怎么了？他那个大闺女吧，他们那头对象就亲家亲家母一家子都来了，我陪着吧，就跟着一起，我们去饭店吃饭去了。哪成想那天那事儿，他们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啊，完了他前夫去了。去了以后，各种的这语言辱骂，当着你大姑娘的这个对，还当着人家亲家亲家母啊，一当人一家子人，完了还当着那个大闺女，完了各种的语言辱骂，完了跟我叫号，走，咱们俩出去单挑去。他那意思吧，我都不应该跟他结婚了，还是他媳妇呢。后来我都想，我说跟他真打去，没法弄啊。那我想想吧，咱们认熊吧，因为毕竟还有那个客人那一大堆都在那儿呢。后来我都认熊了嘛，认熊我心里头难受啊，没办法。这个事儿就是说啥呀？当时就是说这不是商量婚事嘛，商量婚事，然后闺女问我说：“妈，我这事儿还跟我爸说嘛？”我说：“闺女，他是你亲爸，可以问问他，就是说那个参加不参加？你不商量婚事嘛，是吧？”然后当时他说他不来，我想他不来就我们就一起吃个饭不就行了嘛？哪正想到饭店以后他又来了就两个就杠上了，然后我闺女还有都说姑爷还有我都把我前夫就把他轰跑了，轰走了，轰走了以后是我们吃的还是，然后他还是过不去这个坎儿，如果有一点不顺心不顺他的依恋，那个又坏了，又开始跟我闹。就是说，你看啊，我都参加了一个都是公益活动，就是我又是有的时候都是蓝天救援队嘛，我们就是说自发那种，有的时候我会去出任务去出去，他就不让我去。那个公益活动了，其实我从心里头我也是支持，为啥支持呢？我也那个当过志愿者，也有一种这个光荣的感觉，是吧？我愿意他去，但是他去的那种救援呐，有的时候我俩就是在家吃饭呢。那饭吃还没办完呢，一接电话穿衣服跑了。医生不就是这样一个职业吗？半夜睡到什么时候接到急诊的电话，或者接到什么电话，爬起来就得走啊。你说我也没有啥别的爱好，因为我就是说我做我这个专业，我多么能用得上。然后呢，我又琢磨着我干这个事儿去吧，我都感觉我特满足。但是里面涉及到挺多的事儿的，服装了自己花钱，完了说开车去哪儿救援了，全是自己掏钱。就是觉得他这个出去工作，又把您一人甩在家里了，跟您阻止他去工作是一个意思呗？对，我就是不想让他出去，就想把他拴在身边，天天看着他，是不是？对。他有的时候他跟我生气，最可气的是哪儿，你知道吗？最可气的就是说，他跟我生完气，他会去我娘家，然后去找我老爸。我老爸都90的人了，我老爸都90了，他还去。他气人不气人？不是90了，你跟老爷子说完，老爷子能咋的呀？我说你呀，你忒惯人老闺女了，没有你这样的，你把你老闺女都惯坏了，你宠的你说实话，我爸从小都管着我，从小都爱我，因为我上边是哥哥嘛，2个哥哥，下边是一个弟弟，然后我就这个老闺女，我爸都是从小就这么接腾我。这个老丈人都90了，完了爷儿俩一打电话，晚上一打电话说。那老爸，我惦着吃那个烧饼啥的，就忒想你做的烧饼了。可好，第2天早起，你看90岁的人呢，那立马准备那个东西啥的，立马都给做。他做完了，他送不来，90岁了，到时候给我打电话，要打电话完你接了，你拿过去吧。完了给老闺女送过去，送的时候老头嘱咐我呢，去了以后给闺女完吃热乎的啊，凉了不行。那还这种程度呢？你说都多大岁数了？老师，你说我俩吵架，你也知道人家都多大岁数，你还去跟老岳父告状呢？就我说嘛，你说我俩的吵架，你说我俩解决不行了吗？你说你麻烦啥了？年纪人去啊，这么大岁数了。今儿您俩这个
来我们这儿是来想让我们怎么帮你们呀？别总这么不相信我，天天这么黏着我，絮絮叨叨，天天跟我叨叨，你给我点自由。所以今天来就是想让我们帮助您，劝劝您先生，别老黏着您，有点自由空间。那先生，你今天来有什么诉求啊？我希望以后他多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在家里有啥事儿呢，就跟我商量，哪怕提前说打个招呼呢。完，别把我当空气儿看，是吧？他拿我当空气儿看，就是家里头都没这个人，这不叫两口子，这叫啥两口子？别把我当空气看。不，等会儿，你觉得他怎么做就是不把你当空气？就像他前夫去，没人跟我打招呼，这他不属于先斩后奏吗？不是。老师，我还得说一句，这个事儿说实在，当时我也不知道。哎，我问一下女士啊，你觉得你把他当空气了吗？我什么事儿我就跟他说，我不是不说。不是，比如说家里，你看我给你做饭吧，我给你洗衣服吧。对，我们在一起出去溜达嘛，你为他做饭没有，都是我洗衣服，我做饭的。其实在家跟你出去溜达吗？在家我都是我是男保姆呢。我去陪着他溜达呀，逛商场什么的，我都陪他去啊，然后买衣服买什么的都是我去啊，我陪他去啊。我问一下，您做好饭了，他回来表扬您吗？有表扬的时候，我给端着。怎么表扬的？表扬我做好饭给端着送被窝的时候就表扬我。咋说的呢？老公，谢谢你。就平时从来没表扬过您了。对对。夸过吗？就是我给我老丈人啊，快过年的时候给他洗澡的时候啊，老丈人走了以后，完了真那回夸过我一次。咋夸的呢？说感谢你老公，你太棒了。哎，夸完你心里美吗？一直记到现在。心里当然美了。要是比如老师觉得你们就不合适，让你们分开，你同意吗？分开同意。同意呀。我从心里头说啊，我就是我不同意，但是我为啥喊同意啊？吓唬他。我是男人，不是站在这大舞台上，我也得那个啥呀，这有那种男人那个气质是吧？那夏女士啊，那您分吗？不分。那我们就先听听高先生和刘女士他们两个人这个再婚的一段感情，有什么想说的吗？哦，我觉得大哥挺可爱的，而且我觉得他可能是对上段婚姻也是有一个心理阴影。其实，姐，我想说的是，你可以待会儿加我微信，我把他之前发给我的那些都交给你。然后我觉得你时不时的夸大哥，你们肯定婚姻会越来越好。哦，你把他给你发那些发给他是吧？他要学会。你都用他发的有意的甜言蜜语，所以你还舍得分啊？所以其实你还留着那些甜蜜的回忆呢。所以你该去调整一下，然后把你的感情经营一下。哎，可以，这个方法好，这个方法好。来，我是觉得这个大哥大姐太可爱了，你知道吗？就是刚才他们沟通里，就是觉得还是像是那种年轻人谈恋爱的那种状态的这种感觉，能从他们两个谈吐里面能让我们去感受到有生活的气息。对，然后不是说给大姐要一个建议啊，就是把工作放第二，把您和家人放在第一位。我觉得可能对于您自己和您的家人，我觉得可能都会好很多。我们接下来听听老师们有什么建议啊？来，吕老师。大哥，就你整场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到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上是来撒娇的，总体核心目标就3个字：求关注。但我告诉你，你看不住，只有他想留下，是因为他觉得你人好，所以他在你身边和你一起走了8年。你要的东西就是他关注到你，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大姐你做的真的不太到位。确实，因为我觉得你是被宠惯了的，90岁的老父亲也宠着你，上面哥哥下面弟弟，估计你家就这么一个女孩，能不宠你吗？所以他宠你，你也当成了是一种理所当然，但你们俩没有血缘关系，还是半路夫妻。所以他宠你的时候，你要多回馈，你能给他的就是回馈给他，告诉他哦你真好，就夸他。他要的就是你看得到他的这么多付出，你看得到他为你的鞍前马后，这个多容易啊！而且你压根儿你也没想怎么着，你干嘛老给他制造出那种你若即若离的假象呢？另外还有一番话，我觉得我挺中肯的跟大哥沟通一下啊。我觉得一个医生啊，如果说他退休了之后又再工作了，他是最能发挥余热的一个岗位，包括他去参加蓝天救援队。他不求任何的名与利，
他只求在那一刻他的专业技能能够更好的回馈给需要的人。你不觉得这个职业本身，从你的角度，从你站在他背后的这个人的角度，你也应该感到自豪吗？所以我觉得大姐你需要创造一点机会，就让他和你在一起。比如说你要奔赴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给你当司机，然后你要是在这个学校工作，你可以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在你工作这个学校，帮他也找一个可以和你一起工作的机会，彼此还能看见，也安稳，还能捆绑，这都挺好的。而且以后再出门，告诉人家一声，他要求被看到，你还老也看不到他，那不行。大姐，你是一个好大夫，是一个有热心的公民，也是一个有爱的人，但你不是一个好妻子。你选择他，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你认可的男人，而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男保姆。我可能接下来说的话会很难听，但事实是，这个男人跟你在一起生活了8年，他身上没有任何的闪光点，可值得你去认可他，去赞美他，去表扬他。即便他为这个家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他就在给你老父亲擦洗身子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话：“你好棒。”这句话说的特别的空洞无力且没有爱。这只是一个对他做了你本来可以做的事情，且你也应该做的事情的一个简单认可而已。而且还有一个，他如果真的是把饭做好了端在你的床前，你才对他说一个老公你很好，你也只是认可了他这个行为，但对于这个男人来讲，你看不到他丝毫的闪光点。到底结婚是为了什么？如果你结婚只是为了找别人来照顾你，那这个婚姻本身存在也是有一个意义的，但这个意义并不是婚姻本来应该有的爱的意义，而只是一个我有需要你满足我需要而已。可是你的丈夫他也有需要，他想从你这儿得到认可，他想从你身上得到关爱，他想让你知道他也是有可爱的地方的，他也想让你知道他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所以大姐，我觉得你需要多改改，很简单，嘴巴多来一点，泡泡发给他，10个20个，每天说30句对他，因为我觉得他爱你，他才会像撒娇要跑到90岁的老父亲面前说：“爸爸，他不要我，他对我不好。”但他也知道告了状没用，但他还要去告状，就是因为他没有地方去找了，他就想让你父亲说句公道话，但谁知道人家疼老闺女儿，所以你先来改改吧，对他多说说话。但我觉得对大哥来讲，就别像2口子做事了，你让他做买卖，你亏本亏到底，他哪是做买卖的人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该玩玩，该去乐去乐，然后该回家回家，别想做其他了。我觉得你们俩现在这么过生活其实挺好的。如果真的他蓝天救援队有需要，跟他一起去参加嘛。你比他还年轻，你不参加，让他参加。你49岁，我看起来你都像59。我觉得你最需要现在是把你的活力增加出来，就像今天在我们舞台上来了很多人一样的。我觉得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有年龄段的活力，你把你的活力释放出来，自然你就会得到你们更想要的婚姻关系了。所以重新来一遍吧，别想以前怎么过的，想未来怎么过，你们才会变得更好。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2个人现在已经是很幸福的样子了？别忘了你们是重组家庭啊。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会问很多你们2个人一些基本的情况？本身又都是2个女孩子，2个孩子的关系还能相处融洽，你们4个还能生活在一起，包括您的女儿订婚，能够同意让自己的继父去出席这样的情况，最后也是把继父留了下来，所以就足以见得，先生您作为她的丈夫也好，作为她的女儿的继父也好，是被高度认可的。为什么你的先生这么黏着你，这么管着你，这么看着你？因为他作为把你当做他的妻子和人生伴侣来说，是高度认可的。所以我想说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珍惜眼下的幸福。你们有没有感觉，你们现在第2次婚姻已经比你们上一次婚姻要过得开心一些，有吗？开心很多，开心很多，对吧？有吧？有。所以，当你的期待没有更高的时候，你就不会有更高的失望。当你学会知足和满足和回头去对比的时候，你就能发现眼下的幸福。第2个词是什么？相互看见，看见对方身上的好。你们又有非常明确的对比对象，
都经历过一段婚姻的洗礼。难道你们只能揪着对方身上的缺点吗？难道你们不知道现在跟对方在一起，内心有多么的富足吗？多看见一点对方的身上的优点和好，把那些不好和不足给它缩小，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是我们很多人要去学习的榜样。吵什么呢？闹什么呢？无非就是两个人感受到了这种浓浓的爱，都想要抓得更牢一些，都想要抓得更稳一些，对不对？那么学会用爱的语言去表达自己爱的方式。你们俩看起来是有一个二婚家庭，彼此忠诚不离不弃，经济上也没有太大冲突的这样一个美好婚姻的外壳，但实际上你们婚姻的内核，你们的婚姻的质量，我觉得一点都不高。49岁一大老爷们儿过得跟89岁似的，还不如人家90岁的老岳父呢。每天8点多就睡了，常年不工作。我看好多遍，您这到退休年龄了吗？当然你说我退休也可以，但是你身上真的毫无生机，你让他怎么去爱你？怎么把老公就是很崇拜他，或者天天都鼓励他支持他？我没有说你一定要去支棱起来赚钱啊，但你的状态得支棱起来，是一个这还比你大几岁呢。你得管我叫哥。你得是个支棱起来、精神中年的状态他才49啊，曲都50。什么？我18岁，我18岁蛮多年了。对不起，他跟我一般大。不是说他不愿意跟上你的节奏，鼓励你，是他真的跟不上你的节奏。所以，如果我就是站在客观的抛开你俩身份角色和你们看似美好的婚姻的壳子，我真的希望你支棱起来，哪怕培养兴趣爱好，哪怕去运动，哪怕陪他去做公益，咱们跋山涉水去救人，多有价值感呀！咱不要活得像一个垂垂老者。女士，我也想说几句啊，您是挺优秀的，也挺大度的，但是您说明明知道家里放着个老头子，醋劲儿很足，您说你跑到男同学家都能彻夜不归，您也不报备，您去跟闺蜜唱个歌，您也不能说拍个照片什么发个视频让她放心，您这倒是自由自在的，挺愉快的。你有没有想过家里放着一小娇夫，对吧？您选择的是这样一个男士啊，他就恋家呀，他就不爱动啊，那带动他陪伴他是不是您的责任啊？所以你们婚姻的质量一点都不高，但我觉得你们是完全可以既是有一个美好的二婚外壳的婚姻，又有一个有营养、丰富多彩的内核的二婚生活，无非是谁往前多走走嘛，向彼此靠拢一点嘛。就像老师们建议的，以后他去救援，您都跟着去当司机；以后您出去唱歌，把他从床上拽起来让他去，别8点半睡觉，好歹也撑到10点吧，您才40多岁。首先，你们俩之间，你爱这位姐姐是比她爱你要多一些的，这是肯定的。但是你其实缺少一些事儿，她太忙了，你太闲了，闲到8、9点钟就睡了。所以说，你应该去找点事儿做。我大部分同意严老师的话，但有一点我不同意，不应该你去给他当司机，不应该他跟着他去当救援什么，应该反过来，你找一些事儿能够号召他跟着你去，因为你需要。这一下跑得太快了，咱慢慢来。你需要被人追随，你需要一个价值感，所以你才整天患得患失的胡思乱想，对吧？姐姐，这是比你小6岁的少夫，是吧？但其实你并不是特别的爱他，你是需要的，你很需要的。你自己家里的事儿都没处理清楚呢，你还给你的闺蜜去解决情感问题？你这边老公都找不着你的，都急着白脸的了，你还跟那儿唱歌，还给人做心理疏导呢？你的事儿太多了，多到有时候你忙了，忘了自己，忘了他，忘了你到底在奔什么。你在外面是受人尊敬的，你做的事情也令人佩服的。但是我告诉你，你得到的称赞有他一大部分，是他用他的时间，用他的等待，用他的给你送饭到被窝里的这种状态来支撑你的。所以医者难自医呀，咱先把自己这个小事儿给治好了，然后呢，和和睦睦的，咱们一起做点大事儿，一起做点大事儿，好不好？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也感谢我们这个2组嘉宾啊，谢谢你们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情感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就请2组嘉宾回到门后。
好了，开门揭晓答案之前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大家可以登录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好了，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啊！3、2、1，请开门。我觉得得出来吧。啊，他俩应该不会，他俩都特明白，挺遗憾的，我觉得。但确实这儿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王夫是，但现在两个人这个儿子确实是，我觉得这女生其实不找也可以，她挺完整的，对，是吧？对，没错。接下来我们要来揭晓我们今天第2组嘉宾夏先生和夏女士的结果了。同时呢，要提醒现在正在收看《爱情保卫战》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可是有福气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天视福利官，参与看电视抽大奖的活动。因为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精美的礼品啊，这些礼品当中呢，承载着我们的心意和祝福，赶快行动起来，去抽取属于你们的浪漫惊喜！来，我们一起开门看答案，3、2、1，请开门。这得牵着手出来吧？肯定手牵手吧？牵手出来，哎。你咋还那么严肃呢？哎呦，笑一笑吧，你看一笑多帅呀，是不是？这么细看确实挺年轻的。哎、我问一下，那个夏女士，你老公帅不帅呀？帅，哎，非常帅。再夸2句。没事，再夸搜。如果我跟你讲，如果实在夸不出来了，就上去抱着就好了。实在没词儿的时候就去抱他，没词儿就去抱他，不耽误你们拥抱的时间了啊！赶快，美好发生怎能不看？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哎呦，相爱的。老公不好意思，他都笑出了小老鼠的声音，太可爱了。哎呦，你别推开，我刚才没看见咋推开了，这样把人家肩膀，就是那个娇羞的那个，一只手，你别老抱我，就这样。人家觉得拥抱的人要回家拥抱，是吧？其实太尴尬了，多说多做就好了。主要就是要让对方知道我爱你，就这么简单。知道了，老公我爱你。哎呀，媳妇儿我爱你。谢谢老师，吃一个吧，谢谢徐大哥，吃一个吧，快来。人家刚才说谢谢大哥了。哎，好嘞，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祝你们幸福啊！来这边请，谢谢。老师。又严肃了，笑要笑。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了，我们下期再见。